令吉翁闻风丧胆的白色恶魔，机动战士高达设定和剧情解说。第1集，高达屹立大地之上。机体型号 RX-782，高达是联邦军在1年战争期间开发的一款机动战士。该型机动战士的出现意义十分重大，不但改变了联邦军长期秉持的大舰巨炮建军思想，还对当时整个战争的形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促成这一改变的，便是联邦的对手吉翁公国，这个由远离地球的宇宙都市 SIDE-3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整体国力还不及联邦的1/30。然而，这个国家为了能够从联邦中独立，秘密组建军队，大力研发新式兵器，妄图通过新型兵器的性能优势，在战争当中一举打败联邦军，取得胜利。而这个兵器就是吉翁研发的机动战士扎古。该型机动战士一投入使用就展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接连在多场战役当中给予了联邦军沉重的打击，使得联邦没能在国力的优势下取得胜利，在损兵折将的同时还丢失了很多的领土，导致联邦被迫进入了守势状态，从而让战争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相持阶段。于是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联邦军所开展的 RX 计划就成为了关键，而这个计划正是联邦军自己的机动战士开发项目。同时为了快速掌握机动战士的运用方法，联邦军还结合这场战争的经验发起了微作战项目，而这个项目的成果之一就是高达。虽然从造型上看过去，联邦军的高达与吉翁的扎古都是人形机动兵器，但这两者之间的性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首先，高达的装甲材质使用的是月神钛合金打造而成，其防御性能大大超出了当前各型装备使用的常规装甲。像吉翁扎古使用的120毫米口径机枪，即使是抵近至零距离的范围，也无法击破高达的月神钛合金装甲。也就光凭这一点，联邦军的高达就能在战斗当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且给高达配备的各型装备同样十分强大。这其中，在左手这个位置携带了专门给高达配置的盾牌，该盾牌强化了高达的防护能力，其内部采用了复合结构。此类技术在宇宙世纪之前就已经在主战坦克上广泛使用，因此这个盾牌在近战时可用来防御格斗武器的攻击，包括对防御敌方大口径的远程火力攻击方面，同样也具有极佳的防御效果，但不足应对吉翁穿甲弹的攻击。此类弹药产生的金属射流贯穿能力很强，很轻易就突破盾牌，从而造成伤害。而右手携带的武器是一把专用的光束步枪，该枪是 Mega 粒子炮制造企业 Brush 社研发的产品，相关编号为 XBRM7907G， 其输出的功率可达 1.6兆瓦，很轻易就击穿扎古的装甲，造成破坏，威力可以说是十分的强大。但在大气内环境使用时，光束会发生扩散，导致威力有所下降。为此还给高达配备了另一个选用武器超级火箭筒，该武器同样也是 Brush 社研发的产品，相关编号为 XHBL03NSTD， 其口径为380毫米，也有资料显示的口径为320毫米，装弹量一共4发。从打击效果上看，火箭筒的威力还要略优于光束步枪，十分适合打击舰艇之类的大型目标，包括对付机动战士同样具有极佳的效果。而在近战武器方面，联邦给高达配备了2把光束军刀，这把武器与光束步枪一样，都是通过输出光束对目标造成伤害。不同的地方在于，光束军刀利用了米诺夫斯基粒子的特性，来使输出的光束塑形成刀刃的形状，这样就可以像普通刀剑那样进行挥砍攻击。而且光束军刀的锋利程度要远超于实体刀剑，尽管 0.38兆瓦的输出功率比光束步枪要低，但足够在1秒的时间内切开30厘米厚的超硬钢合金，对付扎古就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基本上一旦被高达近身，吉翁的扎古只要躲避不及，立马就被高达击破。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光束军刀的结构还能伸长，在伸长之后就变成了标枪的形态，而在这个形态之下就比较有利于攻击大型目标，这样光束就可以顺着武器深入目标内部，直接对目标内部造成伤害，形成致命一击，从而大大提升了攻击效率，而且还能以投掷的方式从远处向敌方攻击。由此可见，光束军刀的功能十分丰富多样。但光束军刀与光束步枪一样，输出功率和效能都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还准备了实体武器提供选用。而这个实体武器就是高达流星锤，虽然属于钝器，但破坏力也相当巨大。
能够对吉翁的机动战士造成致命一击。除了握在手里挥舞攻击对手这一方式之外，也可以选择以投掷的方式砸向对方，使用方式也是比较随意多样。后来这个高达流星锤还进行了加强，改进的地方是表面的尖刺要更加尖锐，同时还给流星锤加了推进器，当流星锤甩出的时候就会启动，以此来提升流星锤的破坏力。于是这个流星锤就被称为了超级锤。而剩下的武装则在头部，一共设置了2门60毫米口径的近防火神炮，其作用就是通过超高的射速形成弹幕，来对敌方机动战士形成牵制作用。如果射击的距离足够接近对方，近防火神炮的威力也能对机动战士形成致命伤害。不过机动战士毕竟防护水平比较高，用近防火神炮进行打击效能很低，所以更多的时候是用来打击轻型装甲目标，或者防御各种来袭的导弹。头部除了有安装近防火神炮之外，内部更多的空间还安装了各种电子设备，这些设备包括了探测用的传感器、火控系统和摄像机等等。其中火控系统会将武器的瞄准装置连接到驾驶舱，驾驶员只要通过使用驾驶舱内的观瞄设备，就能对敌发起精确射击。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尽可能降低米诺夫斯基粒子对电子设备的影响，在高达上安装的电子设备均使用了光通信机制，其各方面的性能都要优于使用电信号的传统设备。像探测设备的有效探测距离就达到了5.7千米，这比吉翁的扎古还要高出78%。另外，在驾驶舱位置还安装了告警系统，当周围突然出现靠近高达的目标时，这个告警系统就会在显示屏上显示相应信息，来提示驾驶员及时防范对手的突然袭击。除了告警系统之外，在高达内部还装有学习电脑，其运作机制与 AI 一样，通过不断积累战斗数据来强化学习电脑功能，以此辅助驾驶员发挥出高达的战斗力。接着就是机动性能方面，可以看到在高达的后背安装了2台 LE703型推进器，2台推进器提供的推力总共可达48吨，比吉翁的扎古要高出17%，这就使得高达的性能已经全面超越了扎古。虽然在重力环境下不具备飞行能力，但依靠强劲推力可以弹跳到非常高的高度，甚至在有限的滞空时间内，高达还能与敌方的空 U 型战机进行战斗。而且在高达上还使用了核心调节系统，这个系统将高达分成了3个部分，其中驾驶舱属于核心部分，这个部分具有变成战机的功能，主要作用是帮助驾驶员遇到险情时进行逃生，也可以临时用来执行侦察或空战等任务，反过来也能在空中恢复成高达的形态。为此在这3个模块上都装有对接系统，当核心模块与运输机完成雷达探测同步后，就可以将高达的2个部件先后投放，当落到与核心模块同一高度时，就会迅速完成对接，组成高达形态。而这整个过程只需要10几秒的时间，虽然消耗的时间很短，但需要驾驶员具备非常高的水平才能实现。其他给高达使用的装备还有耐热膜，所存放的位置就放在了驾驶舱入口位置。这个装备可以帮助高达在空降地球的过程中，通过切换冷却设备覆盖耐热膜，以此避免与大气层摩擦产生的高温导致自身损毁。然后在调整好高达的姿势后，就能实现平稳进入到地球大气层以内。到这里可以看出，联邦军的高达集成了很多顶尖的技术，这里面每一项技术所实现的功能，给人的感觉就如同天方夜谭一般。这对于作为对手的吉翁而言，如此众多顶尖技术汇集而成的高达，就像钢铁怪物一样令人胆颤。所以在得到联邦 V 作战情报后，深知联邦开展机动战士研发所带来巨大影响的吉翁，便派遣了得力干将夏亚阿兹纳布尔展开调查。于是在一次返航的途中，遭遇到了联邦用于接收高达的白色木马，接着跟随白色木马来到了研发高达的地方赛德7之明星。很快夏亚就做出了行动部署，他先将自己搭乘的姆赛级轻型巡洋舰停靠在附近的小行星上进行隐蔽，并派出3架扎古潜入殖民星进行侦察。当获得到确切的情报信息后，再依照情报信息展开下一步行动。尽管派出侦察的扎古很快就得到了高达的情报，但派出去的3架扎古当中有一架出现了状况，那就是这架扎古的驾驶员金恩，因为贪功心切违反了长官的命令，私自行动向联邦军发动了进攻，结果负责守卫的联邦军力量过于薄弱，被突然发动进攻的扎古屡屡得手，使得研发基地乃至整座殖民星都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因为有军舰靠港，早已进入避难所的阿姆罗雷
便跑了出来去寻找自己的父亲来获得帮助，而他的父亲正是联邦军高达研发项目的负责人提姆雷。而此时的提姆雷刚搭乘白色基地返回到 Side 7殖民星，正在加紧将高达和武器等大量装备运送到白色基地上。而就在阿姆罗来到研发基地正门的时候，一发导弹突然袭来，在他前面爆炸，结果刚跟他接触的联邦军人员全被炸死，随身携带的高达资料就落到了阿姆罗身边。于是当阿姆罗带走高达资料这一刻开始，所有事情的进程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很快他找到了自己的父亲提姆雷，但提姆雷已经顾不上阿姆罗，在交谈几句之后便匆匆离去。而就在阿姆罗准备离开此地的时候，突然发现旁边牵引车上摆放着一架高达，没等他多想，吉翁的扎古还在疯狂的攻击，连同他的同学弗劳波在内，也险些命丧于扎古的袭击当中。面对这个情况，阿姆罗便决定驾驶高达与吉翁战斗，然后在依靠手里高达资料的指引下启动了高达。很快，这架高达便抬起大腿，成功离开牵引车后，在地面上站了起来。于是，一个新的钢铁巨人形象就这样树立在了人们的眼前。而吉翁的扎古在发现了高达之后，便上前企图将高达破坏，但手里的机枪并不能击穿高达的装甲，结果反而被高达一把抓住头部的动力管，在使用蛮力来回数次的拉扯之下，使得扎古头部的动力管很快就被扯断，甩在了一旁。在见识到高达有如此威力后，感觉到不妙的吉翁扎古便开始选择了撤退，但阿姆罗并没有打算放过吉翁就此撤离，于是驾驶高达拿起光束军刀，向其中一架扎古奔去，将其劈开了两半。而这一刀砍中了扎古的核聚变反应堆，引发了爆炸，其威力大到在殖民星上炸出了个大洞。结果阿姆罗的父亲刚驾车折回来就被波及，跟着气流一起被吸出了殖民星之外，之后便失去了音信，暂时无人得知。而在殖民星内部的阿姆罗还需要继续战斗，在殖民星内部的气压恢复稳定了以后，另一架扎古便向阿姆罗的高达发起了攻击。为了避免再次引发爆炸波及到殖民星，这一次阿姆罗直接瞄准了扎古的驾驶舱刺了过去，最终反击成功，命中驾驶舱，没有引发爆炸。于是这场阿姆罗与吉翁的战斗便到此结束。剩下一直在殖民星外等候的第三架扎古则选择撤离了殖民星，返回到了姆塞吉巡洋舰上。然而这场吉翁针对 V 作战计划的争夺并没有就此结束，夏亚没有给联邦军任何喘息的机会，在使用舰炮和导弹轰击殖民星的同时，继续组织新的力量争夺联邦军的 V 作战计划。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对手正在向阿姆罗靠近，